聂曦光，曦光，不要怕，看着我，能不能听听我说话？回答我，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天。曦光，他怎么样了？你好，这里是工业园区宇光路1号双远光伏员工宿舍1栋，有人高处坠落，现处于昏迷状态，需要救护车。没有明显的头颅外伤，摸不到头皮血肿，各项体征平稳，但有短暂的意识丧失。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到医院。曦光，曦光，聂曦光，别睡，尽量保持清醒。曦光，你别笑了。曦光，曦光，没事。久等了，刚刚有个急症病人。就初步检查来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，病人家属先去洗洗。谢谢。我没什么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聂曦光，我呢？林雨森。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掉下来的吗？爬阳台掉下来的。我是盛先民的外孙，你有印象吗？盛先民，盛远的董事长吗？你没说过呀。很好，你意识很清醒。你身体状况良好，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，
除了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，最好住院观察一下。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，我让她回去了，明天她会来照顾你。他吓坏了吧？她吓坏了，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仁厚感到诧异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，要是真有这么善良，为什么？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，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，和颜悦色一点啊？你哭什么？你毫发无损，有什么值得哭的？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，我也不会掉下来。我被你害得这么惨，还要被你各种讽刺，我哭一下都不行了。因为我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谁？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？又是摔倒，又是被零件砸到，又……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？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。西瓜，林雨森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？我们两家又没有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？我们两家真的有仇吗？盛家和令孙一向合作愉快。那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？聂西瓜，感动吗？我也是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？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一个？你还好吗？这句话。现在看东西还有失焦的情况吗？暂时没有。手后面呢要认真复健。
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医生，那做手术呢？他是神经外科的医生。盛婷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。你动了10几年的医，这是意外。对不起，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，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。不用了。别哭了。以后我不会再这样。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。一定。来，林博士，告诉我，你那位小病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么伤心？他从楼上摔下来，我是他的上司，关心不是应该的。哦吼，听起来啊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。他还有点不舒服，要输液，住院比较放心一点。有更需要的病患进来，我们立刻办理出院。行，不过你老实交代吧。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？你不能自己辩证。辩证完了，迟发性恋爱脑晚期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给我的。阿姨煮的粥，你又没生病，喝什么白粥？西瓜，我的光啊！你没事了吧？我罪该万死，我对不起你。要是有什么事，哎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直接自挂东南枝算。啊，你干嘛这么夸张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你这个额头上的擦伤，还有手上这个擦伤，会不会留疤呀？肯定不会留疤的，放心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又不怪你。有胃口吃早餐吗？有。小心腿啊！你们在哪儿弄的保温桶啊？我其实在医院订餐就行。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买了点水果，可这种重。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林总站在楼下发呆，他让我们把粥带上来了。
好像是他家阿姨熬了送来。西光，你住的是单人间？哎，这种单人间咱们医保好像不给报销吧？哎呀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林总昨天晚上已经把钱付过了，不过也是应该的呀。要不是他那个朋友大喊大叫，西光也不会吓得摔下去。你怎么知道是朋友，不是女朋友啊？你昨天没看到啦？林总疾言厉色的样子好吓人呢。其实西光摔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女生也吓着了。那如果是女朋友的话，林总肯定要安慰她的吧？结果完全没有啊。我听着，好像是以前的同学吧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你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昨天还吐了他一身。我吐了他一身。对。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要担心。快回去吧，我估计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。别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吧，千万别逞强。那我们先去上班，下班再来看你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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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。嗯。不过西光，你也别太怪林总了。昨天送到医院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在救护车来之前，给你急救啊、检查呀，林总还得扶着你，让你吐他身上，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。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，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，都跪倒了。昨天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道谢一下，应该可以了吧？你现在怎么样？
你现在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睡着了，感觉没什么问题了。一会儿我去看看。还来啊？一会儿是真的一会儿。正好走到门口。躺下吧，最好多卧床休息。感觉没事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听英姐说，昨天拖了你一身。之前做医生，这些都习惯了。那你的手，英姐说好像受伤了。没事。聂希光，如果我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，你呢？我之前那样对你，也一笔勾销。这是要和解？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的。那就好。那，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他前面半句不会是想说他怕我哭吧？我一般也不哭的。哎呀，林博士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今天体力还能这么充沛，真不愧是当年咱们医学院第一禽兽啊！我这种夜班连早班的活啊，就该给你上。啊，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大学和留学时期的双重师弟，林宇森，林博士。我知道林医生，拜读过你发表的关于脑干肿瘤的论文。可惜上次我去你们医院进修的时候，却听说你已经离职了。不知道林医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我已经不再从医。这怎么会？人各有志。OK， 叙旧的话，以后再说。聂希光是吧？我姓方，是你的主治医生。头还痛吗？有一点点痛，就是一抽一抽的疼。哪里啊？正常现象。好歹是从2楼摔下来的，不可能一点事情都没有的。慢慢恢复，不要紧。
从片子上面来看的话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不过最好还是住院观察一下，好好休息。那我改天再过来。大好机会，独处时间，你这就出来了？没理由待着。不是吧？你这样怎么追女朋友？唉，看来还得师兄我亲自出马呀。说起来，我最近的确有一个手术，是你擅长的领域。林总，你不用给我送早餐，其实我自己订了饭。顺带的，你的主治医生是我的老同学，他有个手术，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，所以邀请我讨论一下手术方案。哦，那你不用上班吗？我昨天加班到3点，然后请了年假。3.0乘2.7厘米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压迫到脑干了。这个大小和位置，还是建议做开颅手术，成功率会更高一点。目前患者更倾向于伽马刀。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患者，位置大小和这个差不多？那个位置更凶险一点。我看过那个病例，患者面神经粘连程度很严重，最后居然保住了听力，也没有面瘫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患者术后嘴角有轻微麻痹的症状，不过半个月后，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。林医生保面保听率奇高。我只做过几例，不足以说概率，只能说有运气的成分吧。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当医生。这是实例，李医生以后手术做多了，说不定这个成功率啊还会提升。这个秦医生也太鲁莽了吧！知道人家不当医生了，也不打听一下原因，还说这种话。正好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一起去吃个饭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最近接到的任务可真多啊！吃饭了，我们的病人也一起去吧。我也去。是啊。毕竟占用了你的病房，当然要付费了。我看过。当病人当到和医生们一起吃饭是怎么回事？所以，你每天吃的饭都是林总送来的。要不然就是和林总或者是方医生他们一起吃。陈阿姨说她是送给林总的，林总在这边有事嘛，就顺带给我带一份。你觉得这科学吗？我就是觉得不科学，所以才找你来讨论呀。
喜光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林总可能对你有意思啊？你能用你的脑袋来思考吗？如果真像是你说的那样，那他的感情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？他是怎么从讨厌我，噔一下子变成喜欢我的？所以嘛，他可能真的是在跟医生们讨论一个蛮难的手术。另外，他觉得我掉下来，他多少有些责任。而且也不是他给我送饭了，是陈阿姨送，他只不过是从楼下拿上来，顺便看我一下，然后很快就走了。如果不走的话，就是跟一群医生在这里讨论医学问题，还有医学圈八卦。在这里，那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叫你给我拿游戏机啊。林总的年假还真是超凡脱俗，你说他是不是工作狂啊？平时在公司加班那么猛就算了，放个假还要来医院。汪医生说他以前就很可怕，在医学院的时候简直不是人，进了医院更不是人，做10几个小时的手术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你的主治医生还跟你说了蛮多林总的八卦吗？是哦，他好像很爱拉着我胡扯，感觉有点话痨。还真想不出林总当医生的样子。哎，喜光，你跟林总的关系有没有好一些？机会难得啊，你可别一直这么倔了。也还好啦，那吃人嘴软嘛，也会正常的聊几句。我倒是觉得，林总对你的态度跟以前蛮不同的。那，你为什么突然要一笔勾销什么的？因为我怕。我最怕生病的人哭。英姐，我是不是哭起来特别的可怕呀？要不就是特别的楚楚可怜，让人有转变态度的功能。我还没见你哭过呢。来，干嘛？插一把试试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呦，医生救命啊！哭一个。林总，你先坐，我在过很难的一关。你先坐。哎呦，救命！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 me, am I dreaming?
对不起，我刚刚玩游戏正好通关，太入迷了。这样好像也没什么礼貌。哎呀，你现在不宜进行这么激烈的脑力活动。好的，林博士。通关了吗？没有。请进。早上好，今天感觉不错啊。是的，林总，我觉得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你问你的主治医生。哦，住院是挺无聊的，所以我给你拿了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不会特意去公司拿的吧？其实我并不像你这么工作狂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加班的。玩游戏费神，用工作来休息一下。你确定这是休息？当然，用脑区域不一样，相信我，我神经外科博士。至于游戏，你可以交给我。昨天没通的关，我帮你。抱歉，我似乎高估了我的能力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特别难。你要是一下子过去了，就也会显得我很无能。我去找一下方医生。哦。这个游戏需要左右手配合，他的左手。我已经看过了，现在还需要对。小聂啊，方医生，你这是要偷跑？我去楼下小花园走走。哦，去吧，多活动活动呀，有利于恢复健康。哎，我师弟好像也在那儿。林总还没有走，他不是请假了吗？苏州又没有朋友，只能赖在我这儿了。我工作的时候啊，他只能自己玩了。哎，方医生，怎么？八卦一下？不是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
我们林总不是因为车祸当不了医生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还每天拉着他一起讨论手术方案啊？这不是太戳人伤口了吗？小聂，这是开始关心我师弟了？不是，我就是……你可以视作一种脱敏疗法。脱敏疗法？他其实从没放下。他出事的时候是在苏州无锡蹲高速，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，转到上海的时候我才知道。那段时间，一有空我就往上海跑，生怕他会想不开。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，才能站到手术台上。他才刚刚开始。看左边，左边！哎呀，完了，乱掉了，要输了。是被你的声波干扰了。小诺，走啦。那你下一把我不说话了。叔叔，别的医生叔叔说你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，那你会给我爸爸动脑子的手术吗？不会。哦，可是你比较帅耶。叔叔连游戏都打不好了。我好像一下子一点都不讨厌林总。最近新出那部电影，网上评分很高呢。后天我正好休假，打算去看掉。你是说那部恐怖片？你一个人啊，单独去看恐怖片，你还找个人吧，你别到时候啊哭着跑出电影院都没个人安慰。我也想啊，这不是找不到人吗？可惜我要值班啊，要不然友情奉陪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说到恐怖片啊，让我想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想当年，我好不容易追到一个长发美女，就是约在公寓看片，你们懂的。结果打开它是个鬼片，我抱着人就发抖，人家推开我就走了。不是，还有这种事儿呢？你好意思说出来，也不怕丢脸啊？那有什么丢脸的呀？男人大丈夫，色六之婚在所难免，不算可耻。哎呀，这句话听着很耳熟啊，是不是听谁说过来着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吃完饭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没事啊，你们聊嘛，我等着你们一起回。我有事情要找你。师弟，你下午是不是还有事儿啊？没有。哦，我家师弟吧，动手术一向都快，师兄拜服。过去。喂，高速发生连环车祸，赶紧回来！哎，方医生，这么巧，我正要去找你的呀。这是我女儿楠楠，刚刚拿到她的脑部和肺部 CT， 想请你看看有。这是我师弟，神经外科专家，请他帮你看一下。肺部和脑部钙化，之前有没有得过肺结核？啊，有，楠楠小时候得过肺结核，但是脑部你看有没有问题？以后会不会？脑部看下来没什么问题，肺结核的确会导致这样的情况，但钙化一般不会癌变，
除非你肺结核复发，加强钙化。谢谢，这下我放心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有吗？啊，你找我是什么事？哦对，你交给我的一堆工作我都做完了，等一下拿给你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林总，我住院不忘工作，这几天的工资可以照常给吧？聂小姐为自己的公司工作，还计较这个？说的好像你自己不拿工资似的。我是打工的，当然拿工资。哦。不给加班工资算了，你帮我过第5关吧，我怎么都过不去。好。你现在不打吗？你别看它操作简单，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，这是很考验智力的。你快点打嘛，我真的过不去。你好厉害啊！聂西光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？快要出院了？啊？妈，我今天晚上回去，晚上想喝排骨汤。你哪次回家之前能不能不点菜呀？怎么，突然要回来了？我受伤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要紧不要紧啊？没事啊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好了。我就是，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了，你下楼梯就不会小心一点啊？那要不要司机去苏州接你？不用，我等一下坐火车，然后打车回去就行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行，一会儿见。以前我收治过一个病人，从货车顶上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石头上，颅骨骨折，颅内血肿，脾脏破裂，在 ICU 住了1个月才脱离危险。他坠落的高度比你还低。你怎么突然进入恐怖医生模式啊？知道有人会担心你，就别做让人担心的事情。我知道了，保证不会有下次。那个，这些天谢谢你，也谢谢陈阿姨的饭。陈阿姨说了，你送了礼物给她，她很喜欢。我让英杰在外面帮我买的，她喜欢就好。联系过，我发现你不太会抓主要矛盾。
什么主？走了，我开车送你。林总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毁尸灭迹啦？我不能让我妈发现。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呢？方向好像不对吧？下雨，我直接送你到无锡。我去火车站自己搭车就好了。你家在哪？手机没法导。有密码。等一下。开车还戴眼镜，车祸后眼睛受到了一些影响，下雨影响视线。那你那次车祸还挺严重的。其实，你真的蛮厉害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你来了之后，公司士气明显大增啊，所以你真的干什么都很厉害。你笑什么哈？得到未来的老板的肯定。难道不该笑？我才不是你未来老板。说不定。谢谢，那我回去了。谢谢。你开车回去小心点。西瓜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。没事，你也不想嘛。终于回来了，西瓜。你又胖回来了，这绝对有5斤，脸上的肉都紧实了。你这是嫉妒。能不嫉妒吗？你每天吃好喝好，我的活整整多了1倍啊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？知道了，大爷。我以后再也不敢忘带钥匙了。现在英杰不带钥匙的事情已经全公司都出名了。别说了，主管。上周我去给财务部吴总送文件的时候，走之前他居然表情严肃地跟我说：“以后别再忘记带钥匙了。”让我死了吧！
你还好意思抱怨？小聂可被你的马虎害惨了。没有。小聂，现在好了吧？好了。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打算一起去看看你，但是林总说你这个病需要静养，一群人去不太合适，我们就都没去。你可别见怪啊！啊，不会。那一会儿10分钟后开个晨会，林总也出席。早上好。早。首先呢，欢迎我们同事小聂康复出院，回到岗位。什么都没有健康好啊，小聂，下次可要注意了。收到，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有什么事情，领导们尽情吩咐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周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呢，是做好季度复盘和年度工作总结，以及制定公司的年会方案。最后呢，还有件重要的事情。最近我总听别人说，我们部门的风水有问题。有人说啊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谁在胡说八道？都传到林总耳朵里去了。我去查一查。哎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？不过上个月我受伤，这个月又有同事，跳楼。别人有所想法，也在所难免。所以我打算本周我们部门的人出去聚个餐，也好转转运。这次聚餐呢，当然不能算公费，由我和聂希光一起分摊。啊？为什么我也要分摊啊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相继出事，才引起流言的？这也行？你别把话说的好像我们闹绯闻了似的，好吗？贵吗？哎呀，林总选的地方会不会很贵啊？据我夜观星象，你必定是个月光族，要不要我借你点啊？那你夜观星象帮我算一算，如果我不带钱包让林总一个人付钱会怎样？这个不用观星象了，我用膝盖一算就知道，你隔天会加班，狠狠的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以咱们林总的风度和人品呢，估计也就说说而已，不会让你付钱的。PS， 就算要你付钱，也不会太贵的。当我没说。不上去吗？哦，好的。我悟了，越贵的越保险，没准便宜的真要你付一半。这么贵的，林总肯定不会让你买单的。走。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帝王蟹。大家这战斗力可以啊，都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看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林总果然自己去付钱了。到前台来一下。林总，聂希光，我忘记带钱了。好。
请签字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植物园的押金还没给你，2清了哦。都2清了。今天要不是林总请客，我1年都舍不得吃这样一顿大餐。是啊是啊，我发给我男朋友，他羡慕死了，说我们老板比他老板大方多了。谢谢林总，太有面子了。不客气。哎，这家海鲜一定挺贵的吧？这家挺有名的。还好。西瓜，你怎么了？晕车了？没，吃撑。谢谢林总。谢谢林总。拜拜，林总。林总，拜拜。这一切怎么这么不真实呢？之前还好像敌人一样，真的可以一下子变成朋友吗？真的可以变化得这么快吗？等我一下。东西掉车上了。没有。林雨森，我们真的彻底和解了，是吗？ Raindrop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,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. When you are near, 那你之前到底为什么看不惯我啊？ 因为你无忧无虑啊？是吗？因为你无忧无虑，忘性又大。我好了，应该回去了，他们还在看着我们。哦，那我回去了，拜拜。 无忧无虑，忘情又大，难道这是在说二？你刚刚跟林总说什么啦？我问林总以前为什么看不惯我，他说啦。他说我太二了。啊？ 综合而言，双反政策下的日芒能源性价比极高。如果我们有意布局新能源赛道，这会是很好的入局点。还有不同意见吗 ？Chris 说的很对，日芒能源确实性价比很高。只是，前不久，日芒能源为其海外子公司 HTCL 向他行做了一笔高达2亿美元的担保。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，针对这一点，风险组早就有了反馈。日芒能源确实为 HTCL 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，但 HTCL 公司是日芒能源和海外基金迪文太阳能基金的合资子公司。就在日芒能源的境内担保发生后不久，迪文就为这笔担保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反担保，有效对冲了日芒能源的风险。所以我认为，
投资日芒能源，风险可控，收益可观。辛苦 Chris， 其他同事还需要有补充的吗？那好，我们散会。这是您前天开会时提到的，近2年竞对投行设立的行业分析报告。此外，我还整理了5年内其他。张雪，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个日芒能源公司投资案，你怎么看？尽管双反政策对光伏行业的打击空前，但新能源仍是个好赛道，一定存在好的机会。我当然相信，公司风险管理组的行业资料一定非常全面，但涉及跨境担保，还是建议要更加慎重地核查细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